现代人的文明病这么严重，你知道吗？那医生一看到我，他就说你的鼻子歪掉了。我就每次看到镜头，我就一直这样，然后严重到我那时候大概每个礼拜都要跑去找医生微调。我就去皮肤科检查，说，哇，你会对紫外线过敏。哦，我说哇，我是吸血鬼吗？搞1个月才好，就很痛苦。杨生达筹备惊喜，焦虑熬夜差点毁容。我又准备了很多婚礼上的小惊喜，我不希望我太太知道。连续这样熬夜，默默的，大概1个月、2个月，我太太看到我表情是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后来她就是跟我说，哇，你这个再来，你如果这1个礼拜内你错过这黄金治疗期，会怎么样？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好严重哦！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欢迎好，今天邀请到了4位来宾，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文明病的困扰。另外也邀请到了营养师，专业的营养师，从最根本的饮食出发，来教大家如何对症下药，好，找回健康。来，我们欢迎他们组长。首先欢迎王晴。哎呦，王晴。哎呀，病人来了，病人来了。再来欢迎阿本。哎呀，欢迎杨生达。哎呀，哎呀，欢迎倪轩。欢迎欢迎。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营养师张佩珍。哎呀，欢迎大家，欢迎。他们的年纪都不顶大，可是文明病看来应该已经向下扎根了，对不对？大部分都破3了吧？有过3了没有？我破4了，我今年要满43岁。是娃娃脸呢你？啊，你过4了？对啊，骄傲的，你看看，很多病可以分享哦。今天我会用半小时哦。这个杨生达也是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喜剧创作者啦，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然后每一天照镜子，是你，有什么问题啦？好有画面哦，好恐怖哦。今天特别找了那个营养师张佩珍，你第一次来吗？是的，是的。欢迎欢迎。那你做营养师多久了？有10年吗？差不多。那也不算太久，很年轻，不算太久。谢谢。但我们今天的就都跟营养有关。听说食补还是能够处理很多问题的。食药同源。哦，来，这些镜头你中的毛，5大文明病大公开。第一条，第1条，失眠问题，睡不着。就是我觉得一个是跟年纪当然有一点关系，但一个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比较没有那么多烦恼，那些好像很烦的一些小事情，一睡觉的时候好像就睡醒就没事了。可是现在，譬如说我开始做我之前开始会有失眠这个问题，就是开始做幕后的工作，你有时候会担心什么老板的指示没有做好，哪一个 email 好像没有发好，所以慢慢的形成你很习惯在睡觉之前，你还是在烦恼思考这件事情，脑子停不下来。脑子一直动。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躺着等睡的人，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做事情，所以我一定要看电视。你现在怎么睡的问题是？我后来有开始吃保健品，就吃嘎巴。吃嘎巴不是更有体力吗？怎么睡？没有啊，嘎巴是安定你的那个神经啊，对，会慢慢是不是？对，帮助放松的，让他精神比较稳定放松。对，这样子，因为我精神比较不正常嘛，所以就你终于承认，我就放心了。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我开始会做很多事情，譬如说我去厕所，可能想说上个厕所差不多就可以睡了，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没有睡的时候，我就开始刷马桶，然后我就会刷到那种我自己有就是这个我自己有整组，这整组都是马桶附近要整理的这样。那这算你的睡前仪式吗？就变成我一个睡前仪式，我就很认真的会把东西清得很干净。哇！然后后来就开始可以。你知道我家住哪里吗？可以来我家，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去他家坐坐。对对。然后清完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然后这里不干净，那里不干净，我就开始什么稍微挤粉刺啊、拔毛啊，干嘛？那你这样子一整个弄下来，你从决定要睡觉到真的睡着，大概要多久时间？平均其实这样搞一搞啊，大概也会至少要1个小时半左右。1个半小时啊。对，然后这样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发现我的肩颈就是好像
明明以前就是身体也很好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肩颈会开始就是酸痛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找按摩师傅按摩啦，然后每个礼拜都去按，其实那个开销也蛮大，然后就去买这种按摩器啊，这种就是随时随地，我想说我就可以舒缓，吸带式的，对，你肩膀可以腰可以对，这个什么的这个到处都可以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按一按会舒缓，会睡得比较好吧？没有吗结果没有帮助我还是没有睡好，就花了很多钱。后来我才知道说，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我很习惯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这样都耸着，耸着，有时候我还会这样翘脚这样弄。姿势不正常造成了肩颈不舒服，所以才导致我睡觉的时候根本就睡不好，你无法放松，所以我才从整骨开始做，因为我的颈椎这边有一点弯掉，因为我就是太长期滑手机啊，用电脑，这样很容易骨刺哎，很容易有，所以就这边去整好了之后，我就换枕头换成那种机能枕。就是变成我就是一定要正睡，不然我以前都会这样乱睡。像这样子哦，有点就是这种凹的。你这还有侧睡功能。其实人最健康的就是正睡，真的有时候甚至你你说没有想，睡得像祖先一样，对对对还，要放在胸前。最安稳了。所以你身体放松、精神放松、睡眠就慢慢有。你看你一讲，我们整个人都想要抬头挺对啊，胸，这样就整个会好一点。舒展。像我最近就是在备孕嘛，就是我睡觉的时间基本上就被我太太设定为工作时间了，就是代表超过的时对。我们有要分享这个吗？哎，可他们现在真这是你失眠的原因。很积极没有，的在备孕这是。失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我觉得我很放松、身心灵很 OK 的时候，我太太说她要吃嘴椎嘛，然后她就是过来就吃我嘴椎，然后就开始弄一些前戏的东西。吃嘴嘴椎，这很崭新的说法。他也还没接在嘴上还没有戒，然后又吃完嘴椎之后，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身心灵抒发完之后，就是血气畅通的时候，我偏偏我就是现在正在办一些那个脱口秀的表演或什么，然后我的本都来自于生活，灵感就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有人是这样。啪啪完之后，我有想说，你先啪啪啪，然后再啪啪啪。对，先啪啪，再啪啪啪，那整个晚上就很忙。然后结果后来就变成我真的很累就是我应接不暇。早上醒来的时候，那精神状态很糟，好多苦吃衷。嘴嘴啊，翻来覆去啊，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对，你把这2件重要的事情嘛，就是那灵感啪啪啪啪出来，你可以把啪啪啪换别的时间嘛。对啊。对，那晚上灵感还是走灵感的路线嘛。对。很多创作者都是从晚上，因为没有干扰。收到，的确是比较好了。那我再跟我太太说，今天晚上她可能没有甜头吃了。你就说明天再吃啊，明天再吃。好。李轩啊，怎么样？我想你应该觉得自己健康多了吧？对啊，那边都还有精神问题。对啊，怎么现在的文明病这样子严重？我是没有吃嘴椎的问题，脑子坏掉。没有吃我其实以前有一次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梦游。就是压力，梦游过？对啊，我也是后来听我爸讲，我才知道。然后那一阵也是因为压力太大，就是我大概2年前有一阵低潮期，那时候还在啦啦队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登小巨蛋，我有一个 solo 的爵士鼓的表演，然后因为那阵子的身心状态不好，再加上这个东西让我压力很大，我那时候在表演前大概1-2个礼拜的时候，已经快接近的时候，有一次我爸跟我讲说。他半夜看到我从房间走出来，他以为我要去尿尿，结果没有。我走到我的爵士鼓前面，因为我有放那个电子鼓，他就说我就这样坐在那个爵士鼓前面，然后他就是这样看傻眼，说这人在做什么？然后他有跟我讲话，结果我完全没有理他，然后我就这样坐在那边哦，眼睛是张开的，很像中邪，我眼睛张开的，所以他才以为我醒着啊。他以为我醒着，很诡异，超可怕。然后他讲了话之后，我没有任何反应，我就这样呆坐在那哦。然后坐了，他说应该有2-3分钟之久，因为人家不是都说梦游的人不可以叫醒他，对，吓到。对，所以我爸吓坏了之余，他就这样看着我再站起来，然后走回去，又回去睡了。对。然后他以为我中邪，她老公就是一个就是打鼓的高手。哦，真的，他超帅。哇！来，我们看他打的怎么样，给个评语好不好？我不会评啊。很帅哦，还转鼓棒哦。小巨蛋可以，蛮像的，帅帅的。
小巨蛋很大，所以你单独的表演如果没有做好，会显得很弱。哦，真的要撑得住场面。对，哇，很厉害啦，帅啊！好厉害哦！顺利完成。你好像觉得失眠也值得嘞。对，好像后来那个后来比赛结束，那个表演结束之后，是不是就睡得很好了？对，那一阵子睡得很好，辛苦你了，压力很正常啊，很正常。压力真的很可怕。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睡前最后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滑手机。对，主要是手机这个蓝光，我们的3C 用品它都有蓝光的部分。那当我们的眼睛接收到蓝光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判断现在是白天，那这个时候褪黑激素的分泌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很年轻都在滑，可能小朋友就是也是在滑，其实就是会抑制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除了影响小朋友的生长以外，也会让我们的睡眠受到干扰。然后再加上 B6跟 B12如果缺乏的时候，我们的褪黑激素的分泌跟快乐荷尔蒙的分泌就会受到干扰。日常的食物里面，怎么样可以摄取到这些东西呢？像是糙米、燕麦，然后豆腐、深海鱼类，豆腐也可以，以及就是糙米、燕麦、豆腐、深海鱼，这些就是跟我们的 B 群比较有关系。 OK，对对对。来，文明病第2条。第2条，肠胃不适好痛苦。这个我觉得就是神经敏感的人，通常可能肠胃也会特别敏感的样子，对不对？肠燥症那种的，对，就是有各种问题。然后呢，我长期很久都有那个胃食道逆流问题，而且是夸张到我一定要做45度角，我不可以这样子稍微斜靠一下，它就这样翻上来嘞。然后我的喉咙就会，我喉咙都会一直卡卡的，就是它烧到我声带。然后呢，我还去就长期在吃制酸剂啊，那个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医生还叫我去照那个幽门杆菌，就是验幽门杆菌。然后我验了好几次都没有，然后胃镜出来都很漂亮，就是说我的胃，我的胃非常的漂亮，而且很干净，肠胃都很干净。那你这个胃食道逆流是怎么上来的呢？对，然后呢？宵夜吗？没有。就是不管有没有吃宵夜都是一样，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我说，那个我可以吃饱饭的时候站起来。我想说这个不是从小到大大家都讲说吃饱饭之后要起来走一走嘛？我想说有这么厉害吗？对，结果我就真的吃饱饭之后就想说，站起来走走看好了，在家里走走看，就感觉很舒服，对。然后我保持这个习惯之后，它无药而愈，无药而愈就好了。对。然后我就去问医生为什么，就医生只有说我的贲门比较松，反正就贲门它闭锁不好，所以你只要稍微一个这样子，稍微这样，它就跑上来了。对。对。然后既然这么简单的方法，我从此之后不用吃制酸剂耶。很恭喜你耶！对，这样很恭喜你。对，然后还有我以前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完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会胀气，而且我是整个肚子胀得跟气球一样。我知道，而且有分肠跟胃的胀气，我也不知道那到底哪里的问题。这边胀起来就是胃这边。不是，就我整个肚子下面就是胀得跟怀孕一样。那就是肠啊。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有一次演学生，然后就穿那种学生的衣服，那种裙子。很紧。外景，然后就一起吃大锅饭，然后我每次吃完之后，我都肚子就大到很像孕妇，然后我就滑手机就看到一个那个网络上的资讯，就说什么饮食要分开，就吃饭跟喝水不可以同时然后我就想说姑且一试，吃饭到吃完饭之后1个小时以内，我完全都不碰任何的液体，连汤都不行，汤也不行，然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像这样子的胀气啊，我们就会尽量避免洋葱，然后跟大蒜，以及高丽菜、豆制品啊，对，花椰菜跟豆奶的就先不要碰，对，不然就会胀得更不舒服，而且肠胃也会影响大脑哦，因为他们2个是相连度很高的。当我们的肠胃胀气的时候，它会更焦虑，然后它会更不舒服，这是一个恶循环。对，所以其实保养我们的肠胃，对于我们的情绪也会有帮助。要不然这几天干嘛鼓吹吃益生菌？是的，益生菌。然后你那个什么躺45度角什么不用，我站在主持台就上来了，我站在主持台都上来了。哇，来，倪小娟该你了。我肠胃很烂，难怪你那么瘦。从小到大看过的所有医生，从小就不好。我从小就不好，每一个把过我的脉的医生都说你肠胃真的很烂。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不会主动上厕所大便的人。我没办法，我以前小时候我不知道原来人是每天都要排便，
然后我以前都是3、4、5天，像我那时候去毕业旅行哦，我也是我国小毕业旅行5天。我都没上厕所哎，然后后来就跟我妈妈说，我肚子超痛。她一问，她说你是没大便，马上去买那个碗肠。所以我对那个东西超有阴影的，就是小时候都是靠那个，然后所以我一直都有这个问题。靠外力协助。对，但我现在有人体质是这样。对我小时候是硬被用完肠，所以我对那个东西超级有阴影。那我现在长大是我一定要吃益生菌跟一些排便的帮助排便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便秘这件事情，就是应该很多人很有感，就是当年有一个很红的东西叫小粉丸，你知道吗？日本的小粉我听过，对，粉红色，然后它的那个药丸是粉红色，就是在便秘界是一个它算某一种轻泻药。对，便秘已经是个戒了。对，真的便秘，因为那个女生便秘的比例非常高，然后非常对，然后那个也是很早期刚跳啦啦队没有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女孩们就有这样困扰的人，大家都会在讲那个东西，还会请代购，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日本才买得到。我想说这么有效，我来试一下好了。那个小粉丸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体内，它是一个很可怕的存在，因为我那时候超扯的哦，就是我吃完它，大家就会说你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肚子开始搅动，然后就会啪这样，会整个就是倾泻。结果我是痛到我在床上我动不了，然后是冒冷汗冒到全身都是，然后那个痛是我真的是差一点要挂急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还有报名日文检定，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其实隔天要考日检 N1，然后我就是痛到我下不了床，我完全下不了床，然后我直接放弃那一次的考试。然后那个药就是从此以后被我丢掉。你认为是它造成的吗？是因为我就吃了它之后，半夜就开始痛啊。但是确实后来有去上厕所，也上挺多的，但是那个痛是我觉得真的太不合理了，不寻常的，不可思议。对啊，痛到冒冷汗，肠绞痛。对，但是它已经超越那种肠胃炎的肠绞痛，像抽筋那种感觉。对，有点像。然后这个是我就是便秘一个很大的困扰。便秘会跟头痛有关系耶，便秘太久头很容易痛。对，我以前不会，现在这几年开始，我从来不会头痛的人。但是我刚刚听陈哥讲完那个胃食道逆流，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很容易反刍，我可能吃饱，然后我就会想打个嗝而已，我的食物就会全部跑出来。然后我其实很习惯这件事，我就会去就是厕所吐一吐，就觉得我轻松很多。但是我之前有一阵子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俗称的火烧心嘛还是什么？对啊，就是睡觉的时候心脏这边会刺刺的，胸口这边。对，就是这一带。但是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把它没有放在心上。不行啦，这个久了会严重。你有健康检查吗？为什么没有？没有做过对不对？没有。你去做是应该没有错，你这边应该已经闭锁，应该有发炎。就是你的食道接胃的那个接口，对，那个过渡的地方应该黏膜应该有出现问题。受损。对，因为我想为什么我的食物很容易出来？应该发炎了，应该确定发炎。确定。诊断结束。结案。这边因为我真的是过来人，不信你去照，你对他没有做过健康检查不知道，没做过，你去照一次肠胃镜你就晓得。那我要去检查。人不能反刍。你过30了吧？对啊。你该检查一次了，去检查一次。你在反刍怎么好，来正常？我们谢谢大家提供的肠胃不适，这个是大家都有，这是绝对是文明病，因为真的饮食和压力、生活作息都会造成肠胃不适。对。正妹也有容貌焦虑，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那医生一看到我，他就说你的鼻子歪掉了。我就每次看到镜头，我就一直这样，然后严重到我那时候大概每个礼拜都要跑去找医生微调。你对自己太不满意了。因为我是美术系的，然后我从小就我的台光美术系，美术系。真的饮食和压力、生活作息都会造成肠胃不适。对，连锁反应第3条，容貌焦虑，好紧张。这是文明病吗？当然是，王琦一定有。看起来就是，我就每次看到镜头，我就一直这样。你的外貌协会不是注意自己，你也注意别人，就是他长得好不好看，帅不帅，漂不漂亮。
你一直在外貌容貌上面一直在计较。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要反驳的一点，是因为我是美术系的，然后我从小就我他开光美术系，美术系，因为我就是喜欢美美术系应该不是应该欣赏各种美吗？对，但我很在乎那个平衡，就是两边要平衡，然后就在你有觉得我们现场谁长歪了谁吗不？平衡？就每个人，我现在有点接受这些，每个人其实都长得不平衡，一定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两边，就是大家脸两边一定不一样。对，但是那时候我就是刚开始大学毕业，那时候还在从画画转去做模特儿的时候，然后呢，我就看着我那个拍出来的那个照片，我就开始焦虑，我就觉得我的脸怎么两边长得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10几年前医美刚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些打什么针之类的，然后我就刚好朋友介绍去那个诊所，然后我本来只想说我不知道好像要打什么的问题这样子，然后那医生一看到我，他就说你的鼻子歪掉了，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我刚那个我自己觉得我鼻子长得还蛮漂亮的啊，然后而且那刚刚进来护士小姐还称赞我说，你鼻子长得好好看，我可以拍照，然后医生怎么会说我鼻子长歪掉了？然后他就建议我要打玻尿酸嘛。然后他就帮我调，我从此之后我就开启我不归路，我就会回去照镜子，对我就回去照镜子的时候，一直觉得说哪里歪的哪里不对称这样子，然后严重到我那时候大概每个礼拜都要跑去找医生微调，然后每个礼拜对，然后我就一直烦那个挂号的护士啊，什么时候有人取消我就马上冲过去。因为那时候我做平面模特，那拍照的时候拍照都一个角度我没有注意那么多，后来是拍戏之后，然后就有前辈跟我讲说，你这鼻子有点像娜美人，我这可以讲吗？很多人都说他不能讲微整，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就是那个因为前辈讲了，我看一下，真的电视上看起来很明显，然后我就是很下定决心，我去打解酶，就是打那个玻尿酸的解酶，把它都解掉，就解掉了之后，就大家都称赞我变漂亮了。因为那所以你本来就长得很好。你对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忙什么？没有，因为那时候会有盲点，就大家的审美观也会不一样，以前的审美跟现在也会不一样了。对，然后现在就觉得自然的就好，就不要打在以前或者现在，你都是漂亮的人还是有差。你对自己太不满意了。对，然后就是现在就觉得说，就是只要维持把自己的特色弄好就好了。我其实也有一点蛮严重的。你怎么会？因为你们都长我觉得他已经是很认识自己，然后很知道自己。我是大概前阵子我才处理好这件事情。我以前反而还好，以前没有那么容貌焦虑，因为以前状态好，所以我以前其实拍照几乎都是原相机，我就很骄傲说原相机直出那种感觉。那后来我会开始焦虑，是因为我开始接了一些，比如说业配广告啦，或者是一些保养品的一些内容啦。那我自己在介绍的时候，我就会，因为我其实大多数的时候状态都蛮好的。对啊，可是我毕竟也是一个普通正常人，偶尔可能熬夜一下啦，或者状态不好、太累的时候，也是会冒痘痘，然后也是会稍微有一些皮肤的状况、过敏等等，因为我很容易过敏。我反而是因为我这些过敏的时候，我觉得超级焦虑的，我会很担心，我走到路上有人看到说我脸这有脱皮，或是那有过敏，他说那你骗人，你讲的都是假的，你不是很会保养吗？然后我就变成我随时随地出门，我都想要我很完美，就是无瑕那种。这压力太大。然后甚至我还会每天就是早上睡醒，我就先用这个检测仪。天哪，检测什么？然后我就先测一下，然后它3秒，它就会知道说你今天的白皙度、水嫩。然后我就觉得那今天可能比较干，我要用滋润一点的保养品；今天可能比较暗沉，我要用亮白的。你要不要先从多喝点水开始？所以真的会很焦虑，严格哦。可是后来呢，我慢慢的化解这个心魔了。怎么化解的？我真的要教大家，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滤镜跟手机，大家开始很焦虑，因为你就不修图，你就觉得好像哇，我穿上去我是长这样吗？就会很焦虑。但是我后来就建议大家是像我自己觉得有时候状态好或分享很多保健品、保养品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也是正常人，所以当我有一些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我很快就知道怎么处理好。我知道说，为什么我现在脱皮，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用错了，我用到控油的，所以变成它越来越干，我应该用保湿加滋润的，或是因为天气等等。所以这些因素，我就反而是我去分享我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然后我就变比较没有那么焦虑了。可是我觉得这样更有说服力，对，更接地气。但是我又开始烦自己了。为什么？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很认真的健身，
然后很认真健身，我觉得是很健康的事情。可是我就有一天发了我的那个腹肌的照片，然后发了之后，我就开始会觉得说，我如果现在没有维持那个有腹肌的状态，我就觉得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骗人？这逼死自己。所以现在是今天是4月17号嘛，我给你看我今年已经去健身房几次了，因为现在都是 App 输入嘛。我今年已经去70次，好夸张！现在才4月17嘛，100多天，然后我70天都去。我给你看去年我去几次，很棒哎！2024年1年365天，我去210次。哇！因为他现在都有记录。你有什么参加什么比赛吗？太逼自己了。我觉得完全真的是因为文明病焦虑来，因为你现在税很发达嘛，你随便好像做错一个事情，或者是稍微怎么样，就哇大家就很严重这样，然后我就变成对我自己要求很严格，就觉得哇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状态维持好，体态控制好，随时随地要随便打开都有6块，我现在随便打开都有这样。我想要秀一下啦。所以你瘦本来体脂就会低啊。我没有，这也是很认真的控制这样。有真的在练，所以就是变成这件事情，我现在就是还在进行中。我现在慢慢要让自己化解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先减少看社交软体。对，我觉得我最中毒的这些原因，包含刚刚的失眠，然后到容貌焦虑，其实是因为我真的太认真的在 social media 上面。对，我之前有身材焦虑，然后也是会去量体脂，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好像有饮控跟没饮控差一点点，我就不要再这么逼自己。很好，放过自己一马就好。谢谢你发现，真的。其实放松一点，反而状态会更好。来，佩珍姐，关于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像去年啊，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焦虑世代》，他所讲的就是说2021年开始，就是智慧型手机崛起，那社群媒体也开始盛行之后，美国的青少年忧郁、焦虑、自残、自杀的比率都有显著提升。其实在讲的就是社群媒体对于就是我们大家的影响。那其实当你吃得对的时候，然后睡得饱，吃得对睡得饱，人也才会有能量，那也就神经系统不会那么绷紧。所以建议从营养，然后跟我们的作息还有压力管理来做调整。吃得下，睡得着，拉得顺，人生幸福嘞！你会不知道这个有多开心呢？是。杨生达筹备惊喜，焦虑熬夜差点毁容。我又准备了很多婚礼上的小惊喜，我不希望我太太知道。连续这样熬夜，默默的，大概1个月、2个月，我太太看到我表情是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后来她就是跟我说，哇，你这个再来，你如果这1个礼拜内你错过这黄金治疗期，会怎么样？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好严重哦！好，来看下一条。下一条，第4条文明病，自体免疫力失调。哇，讲到自体免疫力失调，我应该是在场的冠军。不可能，真的，你不可能赢过我的。真的呀，因为我是真的就是想本或者是工作习惯的问题，我觉得常常把工作带到晚上。那带到晚上之后，变成我有一天就是刚好我太太那时候就是我们在筹备婚礼，然后就开始筹备婚礼，我们偏偏又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我又准备了很多婚礼上的小惊喜，我不希望我太太知道，所以我只能她的日常作息完之后，我平常又把工作带到晚上，我晚上再额外的熬夜去筹备惊喜，一路筹备了大概1个月、2个月，连续这样熬夜，默默的。然后她问我晚上在干嘛，有时候看我偷溜出去，我还要一直扯谎，要撒谎，撒一大堆无微不微。到我正式在节目上要跟她求婚的那一天的早上。我刷牙的时候刷一刷，突然就是刷一刷，漱口一漱，喷出一条水柱，就是喷出一条泡沫水。然后我想说，怎么干嘛？怎么像金鱼一样那喷水？然后结果后来喷完之后，我也不以为意，然后就去节目上唱完歌求完婚，然后当天晚上我坐在我太太面前，然后我就说，怎么样？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她说表现得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表情超怪。然后我说我表情超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一笑，她说你现在笑，你现在有故意在歪嘴笑吗？我说没有，我现在笑得很灿烂。可是我太太看到我表情是这样子，这样子。你自己不知道？我当下没有感觉，我当下就觉得这边紧紧的，然后这边就一样可以控制，但这边就已经没有知觉。然后我当下就。我跟我太太说，我现在这样子是中风吗？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今天我们相处一整天，我早上唱歌的时候笑，至少这边还可以动一点点，然后结果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完全不能动了。
然后我太太就说，早上你才求完婚，然后我们已经登记了，结果你脸弄这个，你现在赶快给我一做急诊。对。然后我就说急诊有需要吗？会不会睡2天没事就好？他说没有，你现在立刻睡2天没命不是没事。对。然后当天早上还很开心在庆祝，结果晚上我就躺在那，然后那个诊间，然后医生一看到我说，你这个不要开玩笑，赶快，你现在躺平，不要再动了。然后就叫我去那个做一些这个东西，然后脑部断层直接就算中风前兆。对，就被推进去。推完之后，医生说，你这个我们已经判定不是中风，你这个是那个颜面神经麻痹，贝尔氏颜面神经麻痹。然后我就说，那这个东西怎么样？我现在吃药就没事了吗？他说你这个没有，你现在好像才刚初期的症状才出来。我说我半边脸都完全不能动，所以他是要走一个病程的。他就说你因为这是急诊室，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只知道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你现在可以回家。然后我就跟我这样的太太，我就这样笑着回家。那笑着回家之后，偏偏隔天又是6日，又卡了2天。然后那个当天的急诊室医生也没有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不能拖。我当下就想说吃药又没。他没讲。对，他就说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你之后自己去看医生这样。然后我下礼拜的工作又已经排得很多了，然后要推掉也来不及了。然后我总不能上节目讲笑话，然后一边的脸是不能动的。所以我6日就跑去要买一大堆面具啦，什么东西，看能不能把脸遮一遮。然后买面具，真的，魅影那种的。这个我记得你有来型男还是什么？对，我有一阵子是戴着这个面具上节目的。为什么？就是你的这一段不能动，我戴着这个面具，我笑就算嘴巴这样子，你还是看不出来我有2年吧，对，2、3年前对不对？你真的笑的一边是歪的，对我那时候没有笑，就微微牵动就是歪的，然后现在是康复了，虽然看起来差不多。那你花了多久时间才康复啊？变成那天我去找面具的时候，在市场里面碰到了一家莫名其妙半夜开到8点的神经外科。有这种孔繁景医师不知道为什么礼拜6晚上他就开了一个。孔繁景医师就是那个金头脑第1名。是。然后后来他就是跟我说，哇，你这个再来，你如果这1个礼拜内你错过这黄金治疗期，会怎么样？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吓死我！一听完我全身鸡皮疙瘩。然后就感谢说他礼拜6竟然有开，然后让我提早2天。他说因为你的那个神经已经开始就是断讯，然后病毒入侵嘛。如果再晚治疗，它各自里面开始浮肿啊，神经会接错线啊，笑的时候会莫名其妙流泪都有可能。对，这么恐怖的事。然后后来到好嘛，就是1整个月。他说你现在你眼睛闭得起来吗？我说闭得起来。哎呀，你过2天就闭不起来。我说真的假的？然后什么叫眼睛闭不起来？我现在还很 OK。后来就洗澡洗一洗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眼睛闭不起来。怎么样？你的洗发水直接会冲到你的眼珠。然后你还不知道的时候，那就是眼睛闭不起来。已经没有反射动作了。对，我以为我闭了，结果我半侧的眼睛是开的，然后那个洗发精直接进去，辣爆，然后洗完澡整颗眼珠是血红色。这样子要怎么复健或是？就是大量的要挤眉弄眼，然后在家里面一直吹口哨，然后吹口哨，直到吹得出声音的那一天，基本上你就康复了。前面吹不出声音，完全吹不出声音，然后要3餐超均衡，然后完全作息正常、放松，正向思考，就这样。不能开刀，不能吃药，不行，没有用。然后有很多人就开始针灸啦。对啊，有些人去做这个脸。对。针灸呢？有。我没有去针灸，因为那个医生跟我说，你就耐心的等1个月，你这1个月你就是好好调养，1个月如果之后还没好，你也不用再看了，应该就不会好了。哇，天哪！这是什么吧？好恐怖的1个月哦！那1个月不是压力更大？睡不好，压力大，文明病马上就来。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块一块红红的，隔了几天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它怎么会痛，像触电一样。然后医生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最近是不是都没睡好，压力很大，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就是突然间像心理医师被讲中这样，我说对，这我知道。而且那种一旦发了之后，你免疫再降低，它又会再。对他那时候有讲，然后所以他才跟我说，你一定要花时间去调养。1个月如果之后还没好，你也不用再看了，应该就不会好了。哇，天哪！这是什么吧？好恐怖的1个月哦！
那1个月不是压力更大吗？煎熬了吧？但是因为颜面神经麻痹是因为细菌和感染、病毒感染。病毒先是压力，对，因为我半夜想练歌嘛，我一只耳朵我偏偏又很衰，我就是戴了一只耳朵的耳机，一直戴这边，然后偷偷练歌，我睡另外一侧不跟我太太看到这样，结果我的病征兆就是从这只耳朵的耳鸣开始，结果我就以为是我耳机戴太久。那耳鸣就一直跟着我，跟了大概3、5天到1个礼拜，耳机拿掉也一直耳鸣，接下来就像金鱼喷水，然后接下来晚上就是有很多征兆哎，超快的，超恐怖，其实是有征兆的，对，是，只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也不会晓得，不会注意，就是很容易忽略，有惊无险。他讲成这样，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你应该还好了吧？我突然觉得我的好像小儿科哎，对啊，因为你的免疫力有怎么样吗？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其实身体没有很好，所以我其实也很注重什么饮食睡眠。然后是我们之前有一档节目，森达也在啊，就我们一起就是一个辩论节目。哦，我那时候其实把自己搞得压力超大，就是没日没夜的在看很多影片，然后准备这周的辩题，然后写稿，然后跟老师对什么的。结果就到后期，那时候大概录到第8集吧，大概两个多月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就是。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块一块红红的，那是因为我也是过敏体质，所以我常常就是抓一抓会湿疹干嘛，我就没有多想。结果后来隔了几天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它怎么会痛？而且是那种皮蛇，像触电一样，像触电一样。然后我人生没有过皮蛇，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痛是怎么会这样。一阵，对，神经，它超像电到，因为它就是神经这样跑来跑去。对，然后它的范围就一直在扩大。那时候原本只有这里。然后后来变成这边都是，就我的腰这边会很严重。对，然后我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就说你这个是带状疱疹哎，那你怎么会现在才来？你现在应该有在发烧了，因为那个状态应该是发炎。然后他就是一量发现，哎，真的我已经在低烧了这样。然后医生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最近是不是都没睡好，压力很大，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就是突然间像心理医师被讲中这样。我说对，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带状疱疹，其实大家都以为是50岁以上的人会好发，但他说这个东西其实在近几年有越来越下修这个年龄，就是因为文明病，现在的人太多压力，然后作息又不正常，饮食又乱吃，所以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还很年轻就不会得带状疱疹。然后他就说叫我回去吃药擦药，然后一定要睡觉，然后跟就是建议去打那个疫苗，这样对。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得过皮爪，这样吓到，而且那种一旦发了之后，你再年龄再降低，它又会再。对他那时候有讲，然后所以他才跟我说你一定要花时间去调养。所以我那时候那一档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直接跟我经纪人说。至少3个礼拜不要给我排任何工作，然后我就回高雄，就是妈妈每天这样炖鸡汤干嘛，就把自己身体补回来，像坐月子一样。对，像坐月子。这皮蛇可以吃什么吗？它这种状况已经是免疫系统整个溃体了，就是说平常我们免疫系统其实是会帮我们辨别病毒跟癌细胞，然后把它抓住，平常是会守住。但是像倪轩啊，刚刚跟森达的状况是，他的免疫系统已经直接罢工了。那基本上就是病毒就会直接入侵他的神经以及他的一些身体的其他系统。那平常呢，我们除了吃得对，然后睡得饱以外呢，我们补充 B 群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像 B 群跟镁还有鱼油，其实就是神经修复3宝啦。对，那特别是 B 群其实对于我们的神经修复跟稳定非常的重要。像是 B1 啊，它对于稳定神经，平常我们如果常常觉得，甚至于有时候太紧绷、肩颈酸痛、手麻，有一些人是缺 B 群。我之前就有个个案，他就是手麻很久了，那他就是补充 B 群，医生开 B 群给他，他就改善这样的这个症状。那像 B2 呢，它可以帮助修复细胞，就像有时候我们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有些细胞是受损的嘛。B2 核黄素，它就是我们吃 B 群的时候，不是尿尿会变黄嘛？对，主要就是因为有 B2 这个，对，所以你只要吃 B 群的时候尿尿变黄，表示说你吃的这一款 B 群有 B2。对，就是核黄素的部分，它可以帮助修复细胞。那像 B3就是我们讲的烟碱酸，好，它就是帮助我们的能量代谢，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是热量，要转换成能量需要 B3的帮忙，不然它这个齿轮转不动。
就是你只有空吃热量，但是你身体没有能量变成 energy， 没有办法，可能你会觉得身体有点无力啊，觉得很疲劳啊。那当有些人就像刚刚阿本讲到的，就是我们要顾皮肤嘛，其实 B3，当我们代谢好、循环顺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也会比较有光泽。那以及刚刚倪轩讲到的，在辩论节目的时候，其实肾上腺素会喷发嘛，对，肾上腺素其实就是我们 B5需要我们 B5才可以生成。那这个时候因为压力大，肾上腺素急需，所以就是 B5消耗会很多。那这个时候会感觉更累。那这个时候刚好就出现一个破口啊，免疫力也下降 ，B5也不够，然后也没睡饱，就直接皮蛇就喷发了。像那时候他也是一直熬夜的部分。对，那再来就是 B6，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吃了要稳定神经，因为我们就有快乐荷尔蒙，然后也有褪黑激素，睡得好。B6就是跟我们的褪黑激素有关，常常会有人跟我说，营养师这么多的食物，我要怎么在一天里面都吃得到？那其实我就会建议压力大、熬夜啊、日夜颠倒的人，就可以补充一颗 B 群来作为一个保养。我这几年的生命迹象，我真的谢谢那些帮助我的那些我代言的一些不错的好东西。是的，要不然以我的状态，其实我撑到现在也不容易。对啊，你每天工作排这么对啊，希望今天辛苦了我们分享文明病的同时，也可以检视一下彼此的状态。哦，好不好？最后一条，身体过敏怎么办？我是超级过敏的，真的要好好跟大家分享。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只有呼吸系统，就觉得很照顾很好，然后来台北之后就也稳稳的，没有太严重。那后来就开始皮肤也很容易过敏，我就去皮肤科检查，说哇，你会对紫外线过敏我说哇，我是吸血鬼吗？不能晒太阳，不能晒太阳。现代人过敏狂发，营养师推荐吃这个。用了一个东西，就是凉感的湿纸巾，全部都红疹，然后这个也是搞了，你身体的过敏指数很高现在搞1个月才好，就很痛苦。过敏的人不是免疫不好，反而是他太过度紧张跟敏感。对，所以其实之前讲说要增强免疫力，喝其实是有意义的。皮肤科检查说，哇，你会对紫外线过敏我说哇，我是吸血鬼吗？不能晒太阳，不能晒太阳。所以我如果去出外景啊，干嘛？其实我通常出到2个小时后，我就开始脖子这里会开始起一堆红疹，然后手会开始起红疹，然后就变很严重。吸血鬼。但我已经开始知道怎么好好的防晒啦，做好处理，就会相对好一点。然后身体睡眠一定要很充足，就有时候你自己抵抗力好一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严重。但后来有一次非常严重，是因为夏天要到，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夏天有流汗的时候，一定要用卫生纸也好，厚一点的，或者是一个毛巾沾水把它擦干。如果你可以稍微冲澡一下是最好的。汗水不要残留在皮肤上面。对，把它擦干，然后再把它吹干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犯了一个错，我那时候就是在拍戏，然后都穿比这个还厚的，然后夏天超热拍，就里面整个都闷热。然后我就用了一个东西，就是凉感的湿纸巾。不行，有一种那种凉感的嘛，然后我就这样擦，直接擦，然后擦哇，觉得很舒服，哇，就是消暑很舒服。我觉得不是不能用，是如果你要擦的时候，你先用水擦过一遍，你再用那个凉感湿纸巾擦。然后，如果你直接擦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皮肤比较不会容易过敏，就还好。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皮肤很容易过敏的，我给你看那时候我变多严重。哇！它就是整面那个胸口的，因为我觉得胸口最会流汗，长得很夸张它已经浮肿起来了，这样。还好没有在脸上对，还好没有在脸上。可是因为是夏天，它根本就好不了，因为它稍微好一点，它又闷在里面。所以我后来我很像钢铁人，因为有那种冰袋是这样转的嘛，然后下面是放冰块的，我就是直接把冰袋就这样弄着，然后我都穿有扣子的衣服，我就扣在这边。就随时让它降温。我真的很像钢铁人的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概这样弄了很久才好。所以如果过敏的人真的要很小心注意，因为他那个状态，如果我自己在没照顾，它就会扩散越来越严重。对。然后后来这阵子也很长，就是我如果新的衣服我没有洗过再穿的话，我也是稍微一穿半天，不用太久，就要2个小时，然后我就整个手全部。真的，我的手肘啊，然后我的脖子啊，全部都红疹。然后这个也是搞了，身体的过敏指数很高。现在搞1个月才好，就很痛苦。然后是会发痒的那种吗？会很痒，会很痒。我是你这个过敏的极致。
我从头皮到脚底，全身摸起来，你闭着眼睛摸，你会觉得摸到穿山甲人。我全身哦，80%以上，全身只有这张脸，还有脚底板，还有手掌，其他的80%以你真是老上天，赏饭吃哎。80%以上。哇，那很辛苦。那个每天起来都要换一件 T 恤，因为都是血。我的床单因为我在睡觉，但是我的手它自己跟这个会痒。一个手5个指头跟5根脑一样，自己去找。哦，对，没有停抓。我整个美猴王一样。然后我的床单2天要换一次，因为也是血迹斑斑，全部免疫力全部崩溃，然后过敏过惨了。其实过敏就是免疫系统打错人了，因为平常它是打错人，对，因为平常它是帮我们防御嘛，就是它会抓病毒、抓癌细胞，把它就是处理掉。但是过敏就是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它都要响警铃，他就觉得草木皆兵，对，他就觉得这个是敌人，他就会去想要把它处理掉。他已经不分敌我了。是，所以其实就是过敏的人不是免疫不好，反而是他太过度紧张跟敏感，他看到任何一个东西都会想要抓，然后会产生一些对，会有过度敏感的情况。其实最近几年维生素 D 跟我们过敏免疫力的文献出现很多。其实根据研究啊，就是台湾有80%以上的人维生素 D 都不足。所以其实这个时候额外的补充也很重要，就是像一些肝脏类啊，或是维生素 D 强化的一些饮品，然后以及就是干香菇。干香菇里面的维生素 D 是有特别最高的吗？因为它是有干燥过，所以其实它的浓度会比较高。哦，对对对，所以其实之前讲说要增强免疫力，喝香菇鸡汤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香菇本身鸡胸肉它就有很多的 B 群，那香菇有维生素 D， 其实这样子搭配起来，其实就会对我们的免疫啊有个很好的调节。可是鸡汤都要滚啊，这样的一个高温，这样它那些营养素还在。因为维生素 D 本身不怕热，而且它是脂溶性的。好，就是说我们要跟脂肪一起吃，譬如说就是这一餐啊有烹调过，然后跟脂肪一起吃，它的吸收，然后以及一些肝脏类，但是其实我们台湾人也不太爱吃肝脏，我很爱吃孩子，我什么肝我都吃啊，我也是，我都喜欢哦，鸡肝、鸭肝、鹅肝哦，对吧？哇，对不对？然后猪肝呐，猪肝哦，牛肝呐，然后最后就肝呐，不行啦，去到那边又伤身了。以前常会觉得说什么失眠、胃痛、过敏，小毛病啊，不用管啦，就让它撑一下就过去了。对。可是文明病就是身体给你的一个提醒，甚至是一种警告。祝福每一位帅哥美女 ，OK，你们的演艺工作还有好几年啊，不要太拘泥在一些小地方哈。好好吃饭。我没有说王琴，好不好？好好生活，好不好？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谢谢，谢谢。快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